啊，又是这东西。这个是河北邢台开元寺帖中啊，挺有名的，1184年金朝铸造的。我非常能理解，如果一个人认为12星座是一个这几十年才传入中国的一个新鲜玩意儿，那么看到这种视频，他肯定会大为惊叹，甚至觉醒啊，得出来原来12星座是中国的，900来年前就有了，是西方人剽窃了我们，然后出口转内销了。好，这才哪到哪儿？中国本土还有更早的呢，比如这个是1110年左右啊，一个河北宣化辽代墓葬叫张氏青墓的穹顶绘画，画的就是黄道12星宫图，除了那个金牛座剥落了，其他都非常清晰，和现在很像。还有这个是敦煌61窟啊，大约是唐末修建的，到现在已经1100年了。那个壁画上那个炽圣光佛图，同样绘画的是黄道12宫，什么巨蟹、天蝎、双子、天秤啊，非常像，栩栩如生。说实话，这些遗址发掘时间全是上个世纪，没有人掩盖过他们。但凡有点古代天文学常识，都不会觉得是什么大新闻。甚至啊，这个摩羯座啊，现在叫摩羯座，它一直就是古文学的一个典故，源头就是苏轼他根据韩愈诗里面一句叫“我生之辰月宿南斗”啊，推断韩愈是一个月亮摩羯座。然后苏轼自己就说：“而仆乃以摩蝎为命，平生多得谤于义，代是同病矣。”啊，大致意思就是说，哎，我和韩愈看都是摩羯座，所以受到了很多诽谤，也受到了很多赞誉。看作为摩羯座，我都共情了。总之啊，当时的星座流行在方方面面。北宋有一个讲螃蟹的书叫《蟹谱》，前言就表示叫12星宫有巨蟹焉。南宋的《世林广记》啊，还把12宫和天下12州做了一个分野配对啊。我说过什么宝瓶配青州，摩羯配扬州，射手配幽州，天蝎配豫州等等，还有什么处女配荆州啊。再往前，唐代有本占星书叫《灵台经》，早就描述过什么狮子、人马、摩羯、宝瓶、巨蟹、牛羊、鱼等星座名称了。我说了这么多，只是想告诉大家，900年前出现的星座文物，从来都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我们目前能发现最早记载星座的书籍是1400多年前隋朝有个叫耶连提耶舍的僧人翻译了印度的大圣大方等日藏经，在经文里面有一段就说是9月时射神主当，10月时摩羯之神主当其月，11月水气之神主当其月等等。但是再往前呢，我们就没有发现有关什么12星宫星座的古文献记载了。所以你会发现，无论是开元寺大钟还是敦煌壁画，亦或者最早这些佛经，12星座的概念啊，都和西域佛教传入的关联性极强。而且在12星宫概念出现之前，我们本土的占星学对恒星的描述都是28星宿。我们对黄道分区呢也用的是12个月，但是它是12星次系统，名字是星系玄霄居资降楼等等，和这个白羊金牛处女摩羯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当然我知道很多口口声声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却并不知道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常识，其中有不少更以为什么黄道啊、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文化概念，听到黄道12宫脑子里只有万年历的黄道吉日，却不知道这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天文概念。全世界任何文明以地球为中心看天晴，都很容易能观察到诸天恒星运行一圈的轨迹的赤道，太阳一年运行轨迹的黄道和月亮以月运行的轨迹白道，更不难分辨出全年昼夜均分的2天就是春分、秋分，然后白天最长的是夏至，夜晚最长的是冬至。只是后来有了日心说模型啊，大家才知道哦，原来赤道是地球自转导致的，黄道是地球公转导致的，两分两至是因为自转轴和公转面有角度，导致太阳光光照区域不同罢了。而在欧洲语言里面，黄道12宫的名称基本都是叫 zodiac， 来自于希腊语的动物 zoo 啊，所以这个词是动物圈的意思。像阿拉伯语呢叫 Dailat al-Buluj， 印度叫 Lashjakala， 它都是星座圈的意思。只不过因为这个12星座是他们西方用靠近黄道线按照1年12个月做出一个他们认为的12个恒星分区，所以这个黄道12宫是用我们汉语习惯进行的翻译而已。那么我们这边最早的12宫记录是隋朝翻译的佛经，那其他地方最早的记录都是什么时候呢？在伊拉克美索不达米亚那边啊，出土一系列被称为叫 Mol Apin 的泥板，大约是3年前刻的哈，这里面详细记录了春分的时节，黄道是牛座，夏至是狮子座，秋分叫蝎子座，冬至叫山羊鱼座啊，其实就是摩羯，和现在的占星12宫是完全吻合的。再往后2000年前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有本书叫《占星四书》啊 ，Data Babylus， 里面就表述自己发展了巴比伦的12星宫，然后他认为呢，黄道12个恒星宫还同金水火木土5个行星以及月亮、太阳在天上位置的相位变化，会和人类本身的情绪命运产生相关的关系。这就是为啥你总听那些占星的说有什么太阳星座、月亮星座、金星、火星、土星的星座之类的原因。当然，你还是大可以说啊，这些伊拉克的泥板是伪造的，这个占星四书是伪书，托勒密根本不存在啊。说中国隋朝之前也有12宫记录被满清给销毁了，真的没有问题，允许你假设。但是按照人类的基本逻辑，你确实不应该在连我们自己的天文学史都不清楚，这些你眼里的伪书也没听说过的情况下，只是看到了一个900年前有了星座图上的大钟，就大呼自己中了什么邪恶组织的阴谋，得出了中国原产的星座被西方剽窃然后掩盖了这种结论，这实在是有点太草率了。所以你能看出来，在信息获取不够的时候，你得出的结论不仅不是片面的，甚至有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就比如我以前提到过，只要你输入广东 IP 这个词条，就会跳出来一堆什么广东 IP 为什么这么一天，广东 IP 乱象，广东 IP 愚蠢流
院等等的搜索词条。那么广东人真的有这么一个原罪吗？其实按照上次人口普查，广东的人口是1.28亿，占了中国将近10%的人口，是中国的第一人口大省。这还不算大量不好统计的流动打工人口。而因为产业结构呢，广东来务工这个青年人口比例是比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还要占比更高的。所以打个比方，青海总人口才500多万，还有大量人口流出，广东最起码得是青海的20多倍。那么即便青海这个逆天愚蠢人口比例是广东的10倍，你看到的广东 IP 逆天发言仍然会远高于青海。所以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叫贝叶斯概率定理的一个常识，你不用怕，把广东 IP 这个事带进去你就能懂了。最前面那个 PAB 指的是 B 前提下 A 发生的概率，那我们假设 B 是傻 A 是广东 IP， 那前面这个 PAB 就是傻广东 IP 的比率。那这个数字等于什么呢？这个数字呢就等于 PA 整个广东 IP 所占的比率乘以 PBA， 也就是所有广东 IP 里面比率，和前面是反过来的哈。最后还要除以 PB， 就是所有网友里面比率，这你才能得出里广东 IP 的比率的结果。在统计学里面，后面那个 PA 就叫做先验概率， PB 叫标准化常量， PBA 叫自然概率。很多人在遇到现象的时候恰恰会无视广东 IP 占比这个 PA 先验概率，更无视占比普遍性这个 PB 标准化常量，只在意观察中 PBA 这个广东 IP 里面多这个自然概率。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无法得出 PAB 也就是广东 IP 更大这个等号前的结果的。而且即便如此，这还是你客观统计了所有数据的情况。但现实中，当你有了广东 IP 等于多这个概念之后，你会下意识的无视掉其他 IP 的很多只有广东 IP 的引起你的注意，会加深你的自然概率统计。我们总是先确定观点，再寻找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无视掉反方信息，无视掉先验共性概率。就像只要你坚信英语来自于汉语，你哪怕看见什么 yellow 来自叶落， squirrel 来自私塾这种谐音背单词小技巧，你都能惊呼发现了大真理大秘密。所以通过比起数据文献得出结论，带着结论找证据，你怎么看都会是对上了，怎么看都恍然大悟。但科学的本质恰恰需要可证伪性，那哪怕你用一个结论找证据，正确总对不上，那你就预设一个隐藏的潜在的拥有巨大力量阴谋集团，它可以销毁掉一切资料，篡改一切信息，甚至能改变物理法则。那这个时候整个命题就陷入了不可证伪的状况，反正你怎么都是赢了，所有的辟谣本身也都能被看作是幕后黑手阴谋的一部分。就像即便你和国宝帮说你这个古董下面有微波炉专用，是个一眼假，他也会说你甭管这个，你就看这个釉多真，谁说明朝就不能有微波炉了？所以你更能发现，你看一个发了几张图打了几个字的断章取义引导，就能轻轻获得10多万赞。我解释辟谣一下却要叨叨这么多，面对传播学的裂变，学术化的说理是毫无招架之力的。即便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互联网上所有什么美国登月造假、正伪进化论、西方伪史的内容，不用你找论文，就算在短视频行业，你都能看到非常详实的辟谣。大家在评论区里那些自认为很厉害的质疑，早就被回答解释1万遍了。然而大部分人他并不会接纳这些东西，在他们眼里，全世界的文化都源于中国。我们曾经在明朝就出现了科技工业革命，然后西方人联合满清偷走了我们的成果，然后再给它销毁，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积贫积弱，这是一个完全闭环的、不可动摇的概率为100%的事实。那在这个基础上，任何反对这个叙述的内容，无论是否有理有据，都会被看作是敌人，是邪恶的阴谋。任何支持自己理论的，无论是什么开脑洞谐音梗，还是断章取义 AI 绘图，甚至直接就是 P 图胡编，那都是正义的证据。所以说到这儿，我相信有不少人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给我扣上什么汉奸、直人、满夷、间谍等等一系列的帽子了。但是到了今天，其实我已经不想再讽刺回怼，因为我越发的理解大家为什么会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如此的需要这样一套叙事。我经常看到相关留言表示说如果不是这些邪恶势力，我们也不至于天天996找不到对象，如果不是他们，我们也可以过上上4休3的生活。生活里都没有人觉醒，只有在网上我才能找到共鸣。你看现实生活里的不公和困苦，往往就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边缘感以及非主体感。我们的劳动没有合理的报酬，我们的成果被别人据为己有，我们的一腔热忱没人能理解，那些欺负我们的坏人压迫我们的阶级，我们往往也不敢动的，甚至都不敢抱怨分毫。在众生皆苦之下，我们总得需要把这些苦痛归因到一个可以被真正锤击的敌人上。我们也希望有自己的主体性和优越感，那么那些远在天边的西方就成为了叙事的反派，那些永远看不到的诅咒就成为我们的寄托。这个时候我这些东西对于大家来说就已经不再是辟谣了，而是和大家生活的那些所有邪恶势力融合的必须打死的坏人和符号。当然，对于坚信阴谋论的诸位，我也真心希望大家想想，我们自以为的觉醒，是否恰恰可能是别人收割你的阴谋？我们对古代的自信，是否有可能是对如今的自卑？我们眼里的偷果，怎么就成了镜子里的自己？我们对古代中国记录的12星座如此兴奋，然后我们拼命证明西方的一切都源于中国，是否恰恰可能是骨子里对西方的崇拜而不自知呢？你看，这个是仙女座，里面有个很亮的星星，但直到随着望远镜的发明，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遥远巨大星系。我们眼里好像一家人的星座团们，其实不过是毫无关系的遥远恒星
星们在地球视角的投影。这些星星也不知道一个小小太阳系里面行星的生物们竟然用自己的公转面给他们归了类成了星座。结果我们还根据出生的时候太阳投影的那个星座给自己搞出了什么性格、命运、未来的模型，然后我们要面对这个简单的模型，不断的自己筛选数据，加大自然概率，减少共性概率，一个个给自己打上了符号，为的就是那点在混沌中难得的安全感。如果那些星座真有外星人，他们很可能会嘲笑于我们本来看到的就不多，结果我们看到的还都是我们想看到的。但无论你想看到什么，宇宙就在那里，天行有常，不畏遥存，不畏桀骜。